最近远古动作不是挺多的嘛，什么新奥特曼、机动战士奥特曼第2季、代卡奥特曼，然后我突发奇想，这市面上有没有奥特曼的盗版山寨手游？哇，这里就有一款叫做《奥特曼格斗之热血英雄》的山寨手游，号称历时多年匠心打造的首款奥特曼 MOBA 手游，有赛罗、迪迦、贝利亚、泽塔、银河、艾克斯，甚至奥特之王都登场了。那我们还在等什么呢？赶紧下载开玩吧！刚刚开始游戏，一股味就扑了上来，好像你逛街老远看到了一家叫做沙县小吃的店。你虽然没有进那家店，但你能猜到那家店的味道是什么样的。这游戏你虽然没玩过，但是你应该能猜到里面什么内容吧？哎，这个弹窗熟悉不？你们玩某款 MOBA 手游的时候，是不是经常看到这种邀请？我操，这还有签到7天送银河奥特曼和奥特之王，补签还要经典看广告。准确的来说，这款游戏基本每个地方都要你看广告，它甚至有一个按钮就直接叫开局变强，就是你看4个广告拿4个 buff。新手礼包也是看4个广告拿 X 奥特曼和他的皮肤。这 3D 建模说实话也不是很差。尼玛，里面真的就只有这么多奥特曼啊！简介里面能讲的都讲完了。还有这音乐一开始我还没听出来，原来是迪迦奥特曼的主题曲，只不过是什么变奏 DJ 版，听起来像是乐队在人家肚子里面奏乐一样。算了，先玩把赛罗吧。这么快就匹配到人了吗？哦，这就是游戏界面了吗？哇，好卡！我操，我 A 都 A 不动啊！对面这个是奥特之王嘛？这小队部怎么走的跟死拉裤裆一样？先不管那么多了，吃我的 PA！ 哼，你的小腿子敲得不疼不痒，死！好，今天我赛少就要统治光之国。哎，传承谜是什么东西啊？我赛少统治光之国的计划就这样覆灭了吗？好，我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光之国马上就要被我统治了。OK， 远处我自己的光辉形态正在和贝利亚打架，这我怎么能袖手旁观？我操，我怎么没见过赛少在 TV 剧里面扔过这个技能啊？贝利亚的技能我知道是扣人家王者里的孙悟空。我操，我们米优斯直接就是寒冰啊！我寻思为什么要扣王者和肉肉的技能呢？奥特曼的技能难道不多吗？随便扔3个进来改改不就好了吗？你扣别人游戏的技能，那人家为什么不直接玩别的游戏呢？你看赛罗的3个光球在那转圈圈，什么时候光辉形态会用这个技能呢？你的究极赛罗之剑呢？你的光辉赛罗极速射线呢？怎么到这就变成了陀螺转圈射箭头了？终于在我的不懈努力下，这局我打了9分钟打完了，拿了1颗星。等一下，你跟我说我看一会儿广告可以多拿1颗星，那还等什么呢？赶紧端上来吧。OK， 我现在已经是青铜2了，这把咱们换个奥特曼玩，顺便直接看4个广告把开局变强的 buff 点满。哎，艾克斯奥特曼换个皮肤还能加攻击力和血的，别尬黑，人家都是超越形态，加点攻击力和血很正常。OK， 我一上来就3级了，还能直接买一件小装备，这就看广告的好处吗？等一下，这泽塔奥特曼怎么开的德尔塔天爪形态，拿着泽塔光弩，用着赵云的技能啊？你的贝利亚黄昏呢？我操，我直接给人泽塔连死了，好强啊泽塔！不过因为我看了广告，所以可以不需要等待时间直接复活一次，这就是奥特广告吗？哎，我现在有一个想法，果然这游戏没有泉水防御塔，咱们可以直接虐泉了。复活了是吧？复活了，吃我一套不解释连招。哎，我怎么动不了了？这赛罗光辉形态怎么控制这么多啊？这奥特之王怎么身上还带个紫色剑刃风暴就来了？快跑！队友呢救一下呀！这怎么贝利亚也来了？哎，我直接给他打死了，因为用过一次立刻复活了，这次立刻复活要换广告，那看吧。OK， 40秒的复活，30秒的广告，好了，看完了。我怎么还要再等40秒啊？你逗我呢？他妈的，我不是看了广告了吗？这点利和佛又看一遍的。服了，咱们还是慢慢等复活吧。这是我狗在队友后面放音枪赢得了游戏的胜利。那这些奥特曼就需要你慢慢干广告或者直接充钱买。幸好这款游戏有经典的看一次广告体验奥特曼的选项。我们来玩玩银河奥特曼吧。话说为什么他走路跟疯女一样？还有这几个技能图标，我怎么看都和银河奥特曼扯不上一点关系。而且这技能图标和放出来的技能不能说是一模一样吧，只能说是毫无关系。你的什么银河雷电机呢？银河圣剑呢？怎么跟个瘸子一样跟他单脚跳扔球啊？当然这游戏好像也没全抄吧，有些奥特曼直接抄的王者和 LOLO， 有些他好像是把不同英雄的技能塞到一个奥特曼上。这把我玩的是迪迦奥特曼，还是经典的技能图标和放出来的完全没关系。你以为这是奥特护盾？不是，这就是往前射一下。你以为这是什么迪迦弹射光波？不是，这是火人的 W。你以为这是栽培利奥光线？不是，这是王昭君的大招。这游戏不仅把英雄技能抄了，它还要抄匹配机制。没错，这游戏居然还有经典的反 ELO 机制，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就是你刚刚开始玩这游戏，队友会非常强，你基本什么事情不干就能赢。但是随着你赢的越多，你的队友会越来越垃圾，你的敌人会越来越强。就我玩迪迦这把，简直就是折磨啊！队友根本不推塔，也不打人。我虽然知道他们估摸的全是人机，但是也不能这么演我吧？就连小兵都演我，打着打着就撤退了。你小兵也回家补血买装备发育上了是吧？有时候他们还会在防御塔的攻击范围内晃2下，让你以为小兵进塔，扭一下变你扛塔了。就这把我能打12分钟，你敢信？后面我把奥特曼都玩了一遍，我发现贝利亚是真的强，基本2棍子一个奥特曼，很符合设定。只是我不懂为什么他这个棍子要一直转圈圈。我本想着多给你们看看这几个奥特曼都是什么技能，结果发现好像就这么多奥特曼，东抠抠西抠抠，这游戏就出来了。我感觉以奥特曼为题材的MOBA游戏应该不需要抄吧？奥特曼自己本身就带技能啊，背景故事都给你写好了，人家想看你背景故事，你跟他扔个链接，点开就是奥特曼的 TV 剧。这皮肤一个还卖38块钱，还闪耀迪迦，喵了个咪，给我的感觉就是迪迦被泼了金色的油漆一样。还有奥特曼都18块钱一个，贝利亚还王者常用，什么王者？看广告王者吗？反正你看一次广告加1颗星。没错，这就是我玩这款奥特曼格斗之热血英雄的全部感想了，属实是惊叹在2022年我们国产3代手游还能如此猖狂，披着奥特曼的皮，超人英雄联盟王者荣耀技能，玩的卡的要死，走2步卡3步的游戏，还能死皮赖脸的给你放个充值按钮，能坑一个小孩是一个小孩啊！那我想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给个3连关注。那这样吧，我是李武，我们下期见。快，热乎着呢！这是我今天中午刚刚看到的新广告，叫什么玩厂厂的致富之路，就这个宣传可诱人了，玩法挺新奇也挺有趣的，就是挖东西卖钱，钱升级工具什么的继续挖，看起来还不错对吧？我下好了，这不得让我好好品鉴一番。打开游戏，先同意一下经典电话内存双权限，这画风说实话挺不错的啊，看起来有那种 Steam 小众国产独立游戏的感觉。只不过为什么是仙侠风的？我寻思广告宣传的不是偏现代的挖古董游戏吗？不会又是跑火地画面一转变武侠版的自动寻路自动打怪的换皮传奇吧？实名制之后送了我一个传世青铜诀，系统教程不长，就是主角王厂厂听说隔壁老张在自家后院挖宝贝赚钱，所以他也要学习人家在后院挖东西赚钱。哇塞，王厂厂后院这么大块地，家大业大，还需要挖地洞赚钱啊？哦，挖到了一块狗骨头，5块钱。我们是活在一个世界里吗？凭什么你去后院挖块骨头能卖5块钱啊？这下面还有个加速按钮，点了之后就2倍速了。挖到了一个菊石，100块钱。OK， 有点意思，这游戏看起来有可玩性啊！赚到的钱可以去员工列表上升级自己，后续应该还会解锁不同的员工。又挖了一会儿，赚了点钱。村口的周丫头说我可以把挖出来的土卖给建材公司，再赚一笔钱。可以，有想法。那我花点钱请运输队运土过去卖。哎，话说我家呢？这不是我家的后院吗？那么我的家呢？别告诉我这个厕所还是猪圈就是我家啊！又挖了一段时间，我们有钱可以聘请村里的玩恶狗了，但实际上没有什么区别，就加了个人，玩恶狗也没啥技能，玩法没变。后面又挖了一会儿，解锁了超级加速，点一下就可以2倍速5分钟，不需要我再用手点了，非常好，这游戏还不错啊，居然还挺好玩的。看这个样子，就算放在 Steam 上面卖5、6块钱，我估计也会买啊。为什么不弄外购呢？我也没看到内购啊，也不能充钱变强啊。那做这游戏的人要怎么赚钱啊？哦，我超级加速时间过了，再点一个吧。怎么突然要位置信息了？啊，原来是这么赚钱的！我突然有一种很不祥的预感。先看看刚刚王厂厂挖到了个啥吧，扫描一下。哇塞，这不会是广告里面那个青花瓷吧？敲开看看，我操，还真是！只不过广告里面那个能卖好几10万，这里面就200块钱，估计是今天9块9包邮放在土里面滚一圈来忽悠人了。说到仓库之后，我们也解锁了展览馆，可以把东西捐到展览馆那展出赚钱，1秒赚2块钱呢。但是这钱为什么不是直接到账上的，而是需要我去拾取的？我又不是乞丐，为什么大伙打钱是扔在地上让我捡的？无所谓了，反正这有一个一键拾取按钮，而且点了之后钱还会翻3倍呢。哦，怪不得翻3倍，原来是狠狠吃我的时间在给钱啊！这是等价交换呢。OK， 我玩了半个小时，这游戏已经被我差不多玩透了。我觉得这游戏不应该叫玩厂厂的致富之路，应该叫玩厂厂的广告时间。你玩30分钟，差不多要看20分钟的广告，因为你如果只是在单纯的挖东西拿去卖，钱根本不够你升级，你需要升级解锁人、吊篮、仓库、古董仓库、运输队、展览馆这么多东西，除非你没事去看个半分钟广告，不然你根本升级不了这么多玩意儿，压根就没有钱升级。当然你没有钱也可以看广告直接拿钱。
那你玩厂长还挖什么地洞打什么地道战呢？你直接他喵的坐在你的猪圈还有厕所里面看广告拿钱不就得了？这还是部分需要你看广告的地方，你挖到东西了也要看广告，就这种土块，你不能就是说放在一边，待会等锤子冷却好了再来敲它，你是必须要现在做出决定，要么你看广告拿一个锤子去敲，要么就丢掉，这是强制性的，就是你不点旁边的按钮，这个也会弹。至于这个 X 光什么的，纯的浪费钱，因为这游戏你怎么砸随便点都不会砸坏里面的东西，所以你根本不需要花几千块钱用 X 光扫描一下，直接开闸就完事儿了。那你要说了，这人升级到后面不是挖的越来越快了吗？玩个1、2天这游戏就很简单了，不用一直看广告拿钱了。错。这游戏挖到一定的深度，那地会越来越硬嘛，所以你需要更多的钱来升级人，不然挖的太慢了也没钱。再加上这个展览馆的展出物品并不是无限的，后面也需要你挖到多少米来解锁，所以你赚钱的法子就只有看广告把钱翻3倍。这整个游戏的玩法就是你花时间等着挖垃圾、古董土，古董拿去展览，垃圾和土拿去卖，卖的钱继续投入到升级各种人和建筑上。但问题是上面说的这些，除了卖土不要看广告以外，其他的都要看广告，不然那点钱根本不够你升级，只能慢慢等。就我中途直接挂机去打英雄联盟，不看广告等自然收益。哎，你猜怎么着？回来一看，几万块钱挺多的是吧？我点了2下升级没钱了，而且我英雄联盟因为这 ADC 完全不会玩也输了，更气了。这破游戏是真的浪费时间。你说你玩这游戏是为了让王厂长成为亿万富翁，那你不用挖东西，天天看广告就行了。你说你玩这游戏是为了挖穿地球，那你要看几年的广告啊？你跟我说，就这什么勾吧快脚极速版的虚假领红包宣传，我都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了。那你可能会说，这种游戏它就不能急，你就要一天玩那么一会儿，放到等第2天来收钱再继续玩一会儿。的确是这样的，所以我现在把游戏关了，等一晚上，看看第2天开起来的时候能点几次升级按钮，好吧 ？OK， 第2天了，咱们来看看王厂长挖了多少米了，赚了多少钱？什么意思啊？这怎么啊？你现在告诉我，我把游戏关了去睡觉，王厂长也去睡觉啊？尼玛没有挂机系统吗？这游戏那也太恶心了吧！我他妈还不能靠挂机不看广告，逼着我看广告是吧？真就一寸光阴一寸金啊！我还真必须要花时间才能有钱。仔细想一想，这游戏甚至连账户都不用注册，那岂不是说我玩了什么10天半个月，不小心把游戏给卸了？是不是要从头玩？不过说实话，就算玩了1年，那玩起来不也跟从头玩一样吗？一成不变的玩法加永无止境的广告，挖出来的什么古董跟你妈小霸王一个价，赶紧爬吧，太恶心了！亏我一开始还夸你说外购5、6块钱我都会买，真是有眼不识答辩啊，纯的答辩。再这样下去，我就是游戏界的老八了，天天跟他玩答辩的。那么我想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3连关注，我持续跟进更多搞笑吐槽视频。那这样了，我是林虎，我们下期见。潜水员戴夫千万注意是正式版的，那正式版现在打折，要买我是建议直接买的。上次也说了，光是 demo 也是这个价。但今天呢，我并不在嘎嘎夸这个游戏的，因为正式版刚刚出我就直播完了，说实话有点失望。我继续说啊，首先刚刚开始游戏就有一大堆的任务扑面而来，我非常开心啊。任务多就代表可玩内容多，因为潜水员戴夫不搞那种无脑重复任务，所以每个新任务都能看到新剧情、新对话。但我们玩家最在乎的是什么？鱼，我们想抓更多不同的鱼，但是呢，我一下水就发现不对劲了，这没啥新鱼啊。浅海、中层，包括深海，说实话和 demo 没什么区别。那到底更新了个什么呢？更新了冰川层的鱼，就是说之前 demo 春暖大金不是说要进那个冰川瀑布里面的正式版吗？所以正式版咱们就进去了。比起 demo 遇到了各种新鱼、各种 boss 的惊喜，这正式版的新剧情、新地区真的很难让我兴奋起来。首先，游戏加入了很多解谜元素，还有新的怪物叫做加顿，说是发生变异的古代鲛人族，反正这怪是无敌的，完事你只能躲，周围没有什么鱼可以抓，这块完全就是变了个游戏。你说你这地区是有什么专属的鱼，只存在在加固旁边，但我们觉得还很有新意，需要避害无敌怪抓鱼，但实际上就是单纯的解谜，而且还是没啥意思的那种。刚刚出门就会遇到海洋保护协会的 BOSS 约翰强森，就这游戏真的提取玩家的建议，把 BOSS 难度调高了。之前不是总说 BOSS 垃圾吗？什么蓝曼3枪就死，大海天使也就几枪，正式版上来就给你来个6队要死的机制 BOSS， 就是 BOSS 你打他不掉血，只能等他自己设跟踪导弹，你由他屁股后面或者是用近战给他弹过去。但问题是什么？这 BOSS 喜欢横冲直撞，
他有时候直接化身末日铁拳就飞过来了，完事了你躲开了，他就飞到地图角落了。然后这个时候他又要开那个跟踪导弹技能，这跟踪导弹就直接射墙上炸了。尽管是直接炸在他头上，他也是一滴血不掉。这个 boss 设计就很蛋疼，因为 boss 一定会在使用差不多7、8个随机技能之后用跟踪导弹。如果说最后一个随机技能是变末日铁拳，那很大概率会直接飞墙上，然后导弹炸墙。别忘了，你的氧气是你的生命值，一直在耗的，这能血肉齁的要死，吃5、6发导弹还不死的那种。多来几次撞墙，导弹射墙壁，你基本就等死了。这还不是正式版最让我生气的地方，因为这块我还能接受，毕竟只是个小插曲这样。比起夜晚的各种新鲨鱼，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让我非常惊艳的一条鲨鱼是这个长尾鲨，初见即是巅峰，上来就是个神龙摆尾，吓我一跳。那跟着剧情的推进，我们见到了更多的角色，也知道鲛人族的过去。原来在很久以前，鲛人族和人类是能和平共处的。鲛人族拥有一个超级牛的树，那树上会结芥末果实，这芥末果实的作用就是个巨能充电发热宝这样。后面鲛人族把芥末果实送给了人类，但人类和鲛人族的体质不同，吃了之后就有直接死了，搞得人类觉得鲛人族在害人，就直接派兵屠杀鲛人族。这就是为啥鲛人族一开始很讨厌人类。但这个故事里面并不是只有人类是带点坏的，鲛人族也有个坏癖，他认为芥末果实的能量应该不止如此，所以加以改造再给其他鲛人族吃下，就诞生出了一个名为加固的怪物，最后被别的鲛人族发现并封印，这就是大致剧情了。知道这个剧情之后，咱们就要解决游戏的主线，也就是为啥一直在地震，冰川为啥一直在融化啥的，然后我们就要去冰川城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段从鲛人族部落到冰川城的过程真的又臭又长，就是解谜，你需要把各种各样的开关开来开去，但是这个解谜并没有任何有趣的点，只是单纯的把每个按钮都点一下就好了，而且有好几层差不多的解谜，没啥有无敌怪挡路。不过这里幸好还有几只没见过的深海鱼给我们抓着玩解闷，越走越深，我们会遇到他们的姜王博士，我们还正好是大夫。对 ，BOSS 战。这个 BOSS 实际上还不错，我们需要一直逃跑躲避冰柱和冰川，同时还要躲开姜王博士的斩首。后面追逐战会演变成从上往下追，再变成横版追逐 QTE， 最后在千钧一发之际是沸羊救下了我们。这个 BOSS 战设计还真的挺 OK， 遗憾的是我们这块没办法反击 BOSS， 然后下一个 BOSS 就是整个正式版我觉得设计最垃圾的 BOSS 了。拳击螳螂虾，纯纯的狗屎！这 boss 它会在暴风雨的晚上出现，跟那个卡车寄居蟹一样是隐藏 boss， 只会出现在漩涡里面。它的攻击伤害很高，而且很难躲，基本3拳必吃1拳。完事了，它还有一个不解释的瞬间反手，就这手会瞬间回防挡住子弹。我一开始想是不是它后面有弱点，但实际上也没有，你打后面不掉血，而且会被撞倒，所以实际上你只能打它的眼睛，那只能等它打拳硬直打眼睛，扣到一定血量，这螳螂虾就会跳一下，准备来个蓄意轰拳。而这时在地图的最左边会有一个锁链掉下来，你需要去拉那个锁链，提起前面这个不知道是啥吊灯一样的玩意儿，它打中那个吊灯就会硬直巨久，然后打它。那问题就出现在这个吊灯上面，游戏有个很恶心的恶性 bug， 有时候锁链没办法拉下来，你就只能吃拳头，那这一拳干下去你也就差不多了。而且这 bug 触发的可能性巨高，3次会有2次你拉不动锁链，玩过的绝对会被恶心到。完事你拉动锁链了，这一拳给他打硬直了，这 BOSS 还会往后面弹一下，那你游过去就花了很长时间，只能开2枪。当时打的给我血压飙升，他们的锁链死活拉不下来，拉下来打出硬直也只能开2枪。幸好 BOSS 没那么漏，如果跟之前那个海洋保护协会一个血量，真玩不了了，太恶心了。游戏的恶性 bug 还有很多，比如说之前玩家一直在诟病的鲛人族村落游得太慢了，这个任务游来游去麻烦死了，所以制作组后面安了个白金给你当交通工具，但这个白金每次召唤要交钱就算了，还要看个不可跳过的过场动画。最操蛋的是还有 bug， 你看这个过场动画的时候疯狂点 ESC， 有很大概率白金会直接不动了，然后你下车再花钱再召唤一次，再看一次过场动画还是动不了，只能出去再回来才能修好这个 bug。此外，游戏说是出了正式版，但实际上说实话感觉更像是一个版本的大更新，希望后续会持续更新新的内容，主要还是期望太高了吧，毕竟 demo 是真的好玩，正式版的内容感觉普普通通， DLC 就更不用说了，就是30多块钱的船皮，还是希望千元大夫能越做越好。虽然说正式版现在 bug 多，但不妨碍你入手千元大夫，因为是从 demo 的内容开始玩的，这游戏光是 demo 的内容就能玩10几个小时，所以你也不用担心，等你玩到我说的地方估计都修好了。那反正以上就是为啥视频的一开头我玩到正式版觉得很失望的原因了。那么我想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给声音关注我，持续更新更多搞笑吐槽视频。那就这样吧，我是令狐，我们下期见。我只能说躲得过初一，躲不过15啊！上次玩走开外星人，他们那个咪没玩到，这游戏跟我玩猜谜呢，网上下的所有版本都玩不了，基本每次打开都是错误代码。正当我打算放弃做吐槽的时候，你猜怎么着？我又在看漫画时点到了这个走开外星人广告了。这次游戏终于可以打开了。之前看那个宣传视频说了还不错，就好像是个塔防游戏吧，升级自己的各种炮台，然后抵御外星人啥的。游戏就一个大区，非常的实在啊，不像其他游戏广告非要搞几万个区出来。那既然没得选，
人，直接就开始游戏吧。OK， 这就是游戏的画面了嘛，纯纯的宣传视频阉割版，画面下降了3个等级至少。那这怎么玩？哦，就看到怪点怪，把怪全打死就赢了是吧？还挺简单。打完第一关，咱们解锁了边境按钮，现在可以加新的炮台上去了。新的炮台伤害不咋地，但是可以自动攻击敌人。想要升级炮台就得下面的购买，买更多的炮台，然后一模一样的可以合成成高级炮台。只不过这钱越买越多，估计玩到后面这炮台越来越贵。果然玩了一会儿，我就发现情况不对劲了。所以这个购买按钮并不是你想买什么炮台就买什么炮台的，是随机给你一个一星的炮台。前期还好，你一共就解锁了2-3种炮台，点这个购买按钮总能买到你想要的炮台。但中后期呢，10几种炮台真的能买到你想要的吗？而且就算买到了，也是1星啊，2星要2个一样的，3星要4个，4星要8个，这样叠加上去，后期你买一个1星炮台的钱将是一个天文数字。我是有点不敢想象游戏后期有多氪或者多干。OK， 我已经看到今年看广告奖励放8倍按钮了。由于我是模拟器的关系，所以家里也不出广告，拿不了8倍的钱。又玩了一段时间，解锁了一个机关主炮台，现在可以用机关射外星人了。但游戏在玩法上还是没有任何变化，敌人虽然看起来不一样，但实际上是一样的。因为你只需要点敌人，炮台就会自动攻击敌人，敌人就会扣血。所以在天上飞的敌人和在地上走的其实没有任何的区别，并不是说你需要建对空炮台啥的。又玩了一会儿，你们猜我解锁了什么？我解锁了一大堆充值按钮，就游戏的玩法还是没有变化，还是无脑的买炮台升级炮台，还有点另一个按钮以另一种形式升级炮台。升级后的炮台也不会有什么新的攻击手段，就是伤害高了血厚了。就这个充值按钮给它疯狂的解锁，基本打个5-6关就会出一个新的充值按钮弹窗，各种手充几块钱拿皮肤。现在抱怨充值什么36拿什么牛的很的高达炮台，反正就是各种弹充值界面。这甚至有个他妈的跳广告充值弹窗，就是你充了钱之后，接下来的广告你可以不用看，直接拿奖励。不是，本身的奖励就没多丰厚啊，就是金币翻几倍而已。花钱跳广告还不如直接花钱买金币呢。这些还不算最烦人的，最烦人的是这个炮台，你买多了，一个个合成特别麻烦，就一个个慢慢双击合成。有时候这游戏会把双击判定成你想拖一下，然后就需要你点好几次才能合成。那本来我以为这游戏会人性化的添加一个一键合成，就点一下全合了，的确有。但需要 VIP 5才能用，咋什么都要你充钱啊？又玩了一会儿，我实在是玩不下去了，不单单是无聊，更是因为我玩过这游戏的抄袭对象。对，这游戏还是一款抄袭游戏，抄的是 Steam 上面的托尔。就大伙可能觉得走开外星人的宣传视频是找人做的 CG 搞的虚假宣传，但实际上并不是。走开外星人甚至都不愿意花钱请人做个 CG 来糊弄大伙儿，直接拿人家托尔的游戏实际视频来宣传自己的游戏了，比小小蚁国还不要脸。就这个宣传广告，我都能想象得到，走开外星人的老板对着宣发部门下达了什么样的命令。我之前看了一个什么英雄联盟视频，我看到帅的 BGM 挺魔性的，你们把我们之前抄的托尔你们的游戏画面录一下，然后配上这个魔性 BGM 直接拿来宣传吧。我估计就这样了，那不然你说这卡尔玛的鬼畜跟你这个游戏有个勾巴关系啊？更别提我本来就很讨厌卡尔玛这个害人精了。No， 这游戏我有买，现在玩给你们看。本来是加了个汉化补丁的，后面游戏更新了，汉化补丁会导致游戏直接无法启动，索性就删了。现在是全英文，硬啃生肉玩。游戏的玩法比较简单，由于走开外星人是抄着这款游戏，所以走开外星人怎么玩，这游戏其实就怎么玩。一进游戏一模一样的柱子炮台和一模一样的敌人，这炮台的攻击方式就跟走开外星人一开始的炮台一样，不一样的是你需要自己瞄准，打几发就要换弹夹，还多了个 F 键可以投射榴弹炮。当然这块也被走开外星人抄走了，安在了一个炮台上面，包括后面的激光炮台也是一并抄走。那这2款游戏有啥不一样呢？首先托尔它的屏幕我看着舒服，宽，看得清楚，看得爽。其次人家这游戏是选择任务打怪拿资源升级科技树的，各种炮台也需要资源造，也不能乱造，因为敌人的种类繁多，有些是在天上飞的到处乱换，激光炮台和召唤飞机的炮台很克制飞行单位，但那种需要瞄准的射子弹炮台就不好打飞行单位，部分敌人有护盾什么的，需要你放置各种不同的炮台来针对，还需要你利用好自己的资源，要么是升级科技树，要么拿来建炮台或者扩充炮台位，并不是无脑升级科技树就可以了。那你说有这游戏我还玩得下去走开外星人吗？纯抄加阉割，完事了无脑弹充值按钮，问你看不看广告，宣传视频全是人家的游戏画面，怎么好意思呢？有没有点原创的玩意儿啊？反正大伙想玩走开外星人的可以参考一下我这期视频，我是不建议你们去玩的，不如花点钱去买托尔，正好游戏打折了，反正人家走开外星人广告就是宣传的托尔，想玩就去买着玩咯。那么我想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3连关注我，持续更多搞笑吐槽视频。那这样吧，我是令虎，我们下期见。
叫我大掌柜这个游戏想必大伙应该并不陌生，就算没有听过它的鼎鼎大名，也应该看过它的经典广告。它的广告通常有两种，一种是 3D 的，一种是2D 的。3D 的通常是帮一对母女取暖，然后脑血栓发作化身害人精，直接把人给冻死了。2D 的通常是做生意，然后什么大雪纷飞，你决定投资什么东西，结果投资失败破产了，还跑去找富家小姐求婚，富家小姐就一句长得丑显得都挺美，然后你就人生失败，问你下次要转身当什么职业。这几个广告我看了不知道有多少遍了，其中的细节可能会变，但大致都差不多，换汤不换药。很多人都私信还有评论叫我去玩一下这个叫我大掌柜，然后让我好好品鉴一番。那行，我也恭敬不如从命，直接来玩吧。那这游戏以前好像是需要下载的，现在变成微信小程序了，不需要下载直接可以玩。虽然一搜出了好多个叫我大掌柜，但这第一个应该是游戏本体了，因为这显得使用过。以前有不小心点到广告跳转过，打开游戏公告，我这还没读公告呢，怎么就给我跳到选人界面了？算了，一共5种身份可以选，这5种身份都会影响到后续游戏的发展。像是说这个书生，他能在交易时把价格打低的几率提高，这个妹子算账特别厉害，每天结束营业的时候会多给10%的钱，这个带到了可以吸引更多有志人士加入到店铺。你觉得这勾八可能吗？他喵的都是我瞎编的，这5个身份就是个逼头像，进入游戏之后没有任何的区别。你在期待着什么？老老实实花钱去 Steam 找一个经商游戏玩吧。OK， 咱们随便选一个稍微帅一点的进游戏，就叫永不破产好啦。进入游戏后要我们选择个初始事件，这个事件的选择也会影响到后续的发展，才怪。这其实跟之前我玩的所有广告游戏一样，初始的事件和后续的发展没有任何的关系，只是为了迎合点广告进游戏的玩家才做的。在这个初始事件里，你可以玩到所有叫我大掌柜的广告内容。顺便这个选身份也不是完全的没区别，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事线，只是这个故事线只有1分钟左右，就是你开局会讲不一样的话，遇到不一样的人，就这样。比如说我这个带到的身份一开始是为了父老乡亲才从李长蛋离职去金山的，你选这个女的就是被弟弟赶出家门，落魄街头被帅气路人男救助后去金山。反正就是前5个台词不一样，后面都一样就是了。但这个剧情我也是没怎么看懂啊，就是父老乡亲们粮食卖不出去，觉得与其烂在地里，不如把粮食都砸了。我是没看懂的，这古代粮食还能卖不出去的？卖不出去你降价呗，再不济送人呗。然后我作为一个捕快，啥也不懂就跑去金山了。但问题是，我这金山开的是钱庄和医馆客栈啥的，和你这粮食有勾八关系呀？游戏的主要玩法就是点这个按钮，游戏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就这么简单，没有什么故事线，也没有什么分支或者任务啥的，就是你点他要你点的，然后你看到小红点就去削它。我玩了半个小时，我还是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就我的目标是什么？半个小时我还不知道自己是在干嘛，东西太多了，你需要点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游戏一股脑的把近50个按钮塞到你的脑子里面，但这50个按钮都是千篇一律的，就是小红点亮了你就跑去点2下消了。背包得到了什么你也看不懂，也不需要看懂，反正跟着这个按钮指示走就行了。这样的游戏我之前也玩过，就那个小小蚁国和文字 QQ 农场，说实话玩起来大差不差。硬要说的话，游戏的目标就是想尽各种方法提升你的赚钱能力，这个赚钱能力其实就是战斗力了，你和别人比拼的就是这个数值，也没有啥操作，就是你赚钱能力比别人高，你就能暴杀别人，收购人家的店铺。这些英雄卡牌什么的，虽然看着技能超多，还能加个灵宠附带技能啥的，但这游戏连个战斗画面都没有，直接就是比拼战斗力。所以游戏里所有的技能都是加战斗力的。游戏当然不止这一种玩法了，还有泡妞玩法，就里面有各种妹子，你可以去像广告那样刷好感度攻略。解锁妹子并不是抽卡解锁，而是需要你一直去玩这个游戏，然后达成各种条件解锁。只不过大部分妹子的解锁条件就是叫你充钱，要么是活动充钱解锁，要么是直接充钱解锁。那攻略妹子的过程有趣吗？比如说有故事模式那样，或者各种小游戏？没有，就是跟那个店经理一样，使送东西就有好感度，简称不需要付出感情，有钱就行了。游戏还有个徒弟系统，这个徒弟系统更是无聊。一开始送你这个下雪徒弟，你要培养他，甚至唯一有互动的挑礼物部分都省去了，直接就是点他就行了。这个活力代表了你能点他多少下，把上面的进度条点满就结束了，他就成年，然后出去打工，然后就没了。你看我这徒弟特别喜欢针线，长大了也整天捧着个织布到处玩。那我也不清楚这是不是织布，反正就是刺绣这样的东西吧。我想着成年了应该会找个有关于织布的工作吧，结果呢，这游戏格呢，下雪虽然瘦弱，但是很有力气，长大之后跑去当矿工了。
不是，这怎么就跑去当矿工了呢？这不应该是当纺织工或者卖衣服绸缎的吗？神他妈矿工！那我养这个徒弟又没有互动，又没有什么故事线的，只有无脑的点他，这个过程有多无聊啊！尼玛就跟他一直点，是有一键培养的按钮，但是要经典 VIP5。最后这徒弟系统也是经典随机给你个结局，在这之外，游戏的可玩性几乎就等于是0了。有时候零零散散的会让你去玩一些小游戏，但都很无聊，什么连连看、脑血栓拉闸、猜谜，部分小游戏你都可以冲到 VIP5 直接跳过拿奖励的。但问题是跳过了这些，那这游戏不就是纯点按钮了吗？所以我才说我玩了半个小时都不知道自己是在玩什么。就这游戏到底是在玩什么呢？全程就跟着这个按钮搁那点。现在人们快节奏的生活对于游戏的要求已经退化到这种地步了吗？就不需要动脑，不用你操作，就点它叫你点的按钮就可以了。想要跳过那些动脑子的小游戏，充 VIP 就好了。那我到底是在玩什么呢？不会真的有人往这游戏里面充钱吧？那反正你们让我品鉴了，叫我大掌柜，我给你们品鉴了，实在是无聊至极。可能就是说，叫我大掌柜在小小蚁国的上面一点，但是在那个王惨惨的致富之路下面一些，和这个风之卷轴是同一水平的，这是我能给出的评价了。那如果大伙想玩这个叫我大掌柜的，可以参考一下我这期视频。那么我想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点赞关注，我还持续更新更多搞笑组长视频。那就这样吧，我是李虎，我们下期见。